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女主风小小，竟然成了传说中制造人类的女神。今天是风小小的生日，她早早买了蛋糕，和邻居们打了招呼就回家了。虽说是吃百家饭长大，但家中还有一位师傅，只不过平时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结果今天回家却发现门没关，风小小起初还以为进贼了，后来才发现是师傅回来了。师傅表示他已经到了20岁，是该知道真相了。但风小小早就知道自己是孤儿，估计是师傅从哪个地方捡回来的。只是没想到师傅竟然要把这件事给坦诚，他的内心其实有些失望。不过师傅却没有提及孤儿的事情，而是问他知不知道女娲娘娘。风小小只记得这位女娲娘娘是传说中创造人类的女神。师傅告诉他，女娲是三皇中的帝皇，她用泥土创造了人类，又用五彩石补天，只要有地的地方，女娲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还说风小小从小玩泥巴就很厉害，风小小觉得他可能是撞坏了脑袋，表示自己收拾完了会陪他去医院。结果师傅却突然从背后袭击了他，还说风小小的姓氏为风，女娲号女西氏也是风姓。师傅说他是来帮助风小小觉醒的，而他就是传说中的太白金星。然后师傅拿着刀疯狂追杀风小小，并表示脱伤的地方可以直接用泥土补全。风小小一时躲闪不及，被划伤了手臂。就见师傅捧着一团泥巴冲了上来，结果血越流越多，气得风小小现在就想给师傅2拳。哪个好人家泥巴敷伤口的，生怕不感染死不了是吗？风小小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结果师傅还要证明自己是太白金星，非得拿刀子在他身上割几个口子，后面再切水果，风小小在当水果。刚结算医疗费的时候，师傅两眼一黑，尤其是风小小还完全不信他，觉得他可能成了精神病。师傅为了证明自己，还不小心扭伤了风小小的脚。风小小心想，都来医院了，干脆做个定期身体检查，还用薄荷糖，师傅忽悠走了。师傅震怒，你真以为我在耍你呢？抬手就是一张符纸贴在了风小小头上，属于女娲的记忆陡然复苏。旁边的师傅还搁那拍照留念呢，结果手机直接被女娲的蛇尾甩飞。风小小睁眼，等级+1，蛇瞳复苏。等他再次醒来，师傅就拿着合照告诉风小小，你看我就说你是女娲吧。风小小觉得他 PS 的水平还不错，其实他并不太相信这个所谓的女娲转世，可是身上的伤口全部都愈合了。师傅表示，现在你相信了，咱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风小小表示自己即使是女娲也不会干拯救世界的事儿。师傅说没有那回事儿，拯救世界那是人类的事情，他只是想拜托风小小重修众神残魂，重振天庭之光。风小小挠挠脸，要不咱俩还是聊聊拯救世界的事情吧。偏偏这个时候护士还要过来上药，师傅想了想那个账单，都打算跑路了，结果被护士逮了个正着，最后含泪结账。本就是穷鬼的他直接破产。这件事告诉我们医保的重要性有多强。风小小因为变身的缘故，裤子都被撑破了，可现在不是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而是他的伤口愈合的事情。他让师傅想想接下来该怎么解释吧。偏偏这个时候还有脚步声响起，风小小赶紧钻进被窝里装睡，结果来的竟然不是医护人员，而是警察。因为风小小是被利器所伤，所以医院检查的时候就直接报警了。一旁的师傅满头大汗，警方问他是不是患者家属，并希望他能配合调查，毕竟这事关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师傅哪里回答得出来，只能说你猜。结果差点被警方扭送带走。风小小只好站起来解释自己只是发烧，他找的可能是其他病房的人，但警方却说病房就是这个，而且受害人的名字也和风小小一样。刚才师傅也没有否认风小小受伤的事情。风小小笑眯眯的表示，那没办法，他的智商只有70，总不能和低智力人群计较吧。而且他还露出了毫无伤口的肩膀，并表示如果有伤的话，不是一夜就能好的。警察一想也是，便转身离开了，甚至怀疑有人报了假案。警察一走，风小小就扒了师傅的裤子，让师傅套上女装，赶紧跟着他一猜溜。很难不怀疑这是因私报复。风小小表示，所谓的重振天庭只是看在师傅的面子上坚持，要是为了所谓的降妖除魔导致自己早退旷工，引起未来的老板不满，一切问题都得由师傅来负责。师傅表示，生活问题他可以帮忙解决，虽说存折已经破产了，但这年头谁没个私房钱呢？师傅表示可以开家小店，这样风小小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找神明的残魂。既然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接下来将会有大量的神明残魂逐渐靠近风小小。结果两人准备出门取钱的时候，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叫声。师傅感受到那边有神明的气息，两人立刻赶过去，就看到一个帅哥惨遭蹂躏。风小小嘴角抽了抽，你确定我们的新同伴就在这里呀？看到地上被锤伤的帅哥，师傅怂恿风小小还弄点泥巴补补。风小小觉得不靠谱，但还是照做了。结果刚敷上泥巴，帅哥就醒了，一睁眼就看到大雨中对他微笑的
的风小小心跳180迈，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帅哥表示谢谢他们救了自己，但他没什么可以回报的。风小小微笑，然后往他身上又倒了一层泥巴。没关系，只要看到播种的种子能发芽就行了。帅哥赶紧弹起来将泥巴拍掉。此时师傅走到他面前，张口就说帅哥是金元妙道真君，又被世人称为二郎神杨戬。杨戬有些同情的看向风小小，你这是患者家属吧？结果风小小张口就说自己是女娲。杨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正常人了。风小小提醒师傅用黄符，师傅这才心疼的甩出一张二郎神觉醒画面，是点到画九。师傅解释二郎神多才多艺，又被人奉为酒神、水神、农耕之神等等一系列神明，而他目前最被人熟知的神位是雷神。两人就看着他刚觉醒就被雷劈了。师傅表示没事儿，二郎神有金刚不坏之身。结果眼前的黑炭风一吹就散了。等二郎神再次醒来，就看到风小小他们在吃饭，风小小递了一个盒饭给他，二郎神十分感动。然后听说这个盒饭均摊23，闭眼把饭吃完之后往沙发上一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因为刚才被劫了，不行他也可以肉偿。风小小说没关系，你可以打欠条。一旁的师傅问他，你难道就不觉得自己有异于常人的特长吗？杨戬想了想，能够看穿小人君子算吗？风小小说，但凡你有个透视，我都觉得你是真神。杨戬表示自己遇到了一点麻烦，问风小小能收留他一段时间吗？风小小指了旁边的师傅说他才是这里的房主。只见杨戬话锋一变，直接开始诱惑师傅。风小小无言，哇塞，这是可以播的吗？风小小开始前往图书馆寻找资料，杨戬悄悄跟了过去，并且给他翻出了一大堆史记和淮南子之类的书。风小小看了一眼，发现自己看不太懂，于是杨戬开始给他科普，古神话故事有时会被假定为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是被人为渲染和造势才成了神话故事。简单点来说，女娲是创世女神，同时也是三皇之一，还和后土合二为一，身份从开天之初一直横跨到石器晚期。书上记载的未必全是真实的，不过杨戬可以肯定他俩神明的身份应该不简单。之后杨戬又去了一趟银行，出来后风小小觉得他画风都变了，因为杨戬带着他去了菜馆，先是对着菜谱上挑挑拣拣，指出了几个不太行的菜，然后直接把其他的菜全点了一遍。服务员本来想揍他，听到这个话拳头又松了。风小小看了看他手上的手表、戒指，还有帝王绿的翡翠项链，终于明白这哥们儿当时为啥被打劫了。都说了还不外露啊！杨戬还有一点小洁癖，在旁边疯狂的擦桌子。风小小问他究竟是什么身份，他真的担心会被牵连。杨戬表示没事儿，给他点时间就能解决。此时风小小看着他给小费非常大方，怀疑这家伙该不会是牛郎吧。杨戬本来能够感觉到一些情绪，立刻反驳自己才不是那样的身份。风小小干脆就不去追究了。两人返回屋子，师傅却说之前的黄符用完了，他得去找朋友再炼几张黄符，并给两人留下了地址，让他们去探查这些地方，那里应该都有神明，看能不能拉几个人入伙。风小小问他要怎么和那些人沟通，总不能逢人就问你们会不会捏泥巴吧？师傅说捏泥巴是女娲独有的神技。风小小好，这玩意儿给你，你要不要？关于之后的问题，师傅看了一眼杨戬，这哥们儿一看就有钱，不需要考虑生活开支，不过风小小可能需要找个工作。于是杨戬提议不如开个陶艺店，反正捏一个泥巴也是玩，捏一屋子是玩。师傅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提议，杨戬更是表示钱和店铺他都能搞定。而为了帮助风小小恢复神力，师傅提议从修补开始锻炼。风小小欲哭无泪，自己好好一个妙龄少女，却只能去玩泥巴呀。定制计划后，师傅就离开了。风小小在小区散步的时候，杨戬也跟了下来，还说他以前养了一条狗叫亚历山大，下次有空可以介绍给风小小认识。风小小和他聊得正开心呢，小区里其他的阿姨目光就锁定了两人。要知道风小小从小就是邻居看着长大的，一看到他带着陌生男孩回来，便以为他已经交了男朋友。街坊邻居们纷纷围上来问话，还有的问啥时候摆喜酒。风小小解释他们只是朋友关系。还有个小男孩道心已破碎，姐姐不是说等他长大后嫁给他的吗？也有邻居劝人生大事一定要考虑清楚啊。风小小眼看走不脱，赶紧岔开话题，趁着众人注意力分散，带着杨戬钻进了下水道。杨戬洁癖发作，不过两个人很快找到了出口。但风小小说这附近有很多混混出没，平时不能来这边。结果两人刚出下水道就被混混撞见了，对方还正好是之前抢了杨戬钱的那群家伙。杨戬的战斗力一向挺强，之前因为发烧正好遇上他们这一群人，这次身体恢复，手表一摘，轻松将一群混混给秒了。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战斗力竟然还提升了。风小小说不愧是天庭第一打手。杨戬被夸得脸红，没想到风小小就问他今晚有空吗？风小小拜托杨戬陪着自己去参加一位好友的生日派对，其他妹子
次调侃风小小有男朋友怎么不早说，隔壁小江少爷可是一直在等他呢。杨戬吐槽，这年头过生日怎么还泡酒吧来了？就看到旁边有一个柔柔弱弱的帅哥走过来，泪眼婆娑的问风小小，那个男生是你的男友吗？还表示今天这里他包场，想请杨戬出去。杨戬冷笑，钱这种东西他最不缺了，追女生花钱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看不惯这家伙侵犯他人隐私权。原来杨戬早就发现风小小身边有24小时监视，小少爷一听赶紧想解释，结果就看见杨戬牵着风小小的手开了，他顿时大受打击。杨戬告诉风小小，如果不想女娲的身份被发现，就先跟他离开。小少爷在后面泪流满面。杨戬说他在那个小少爷身上感受到了神力，但同时又有一股凛冽的血腥味。风小小记得小少爷父母在国外做生意还挺有钱的。杨戬回头发现那小少爷又跟了上来，不过他一直藏在角落没出来。而杨戬和风小小刚走到超市门口，就被一个非主流给拦下来了，此人还称呼杨戬为大哥。风小小震惊，这是你弟弟？而非主流却说风小小这个嫂子也一般呐。没想到小少爷却先冲出来维护风小小，还表示他本来是想送风小小回家。一旁的非主流发现自己被无视，顿时生气，还说杨戬这几天没回去，母亲担心坏了。风小小心想，你还是个不孝子吧。杨戬反驳，你们这群家伙都不看报纸的吗？这非主流的妈都是他老爸第几任老婆了。原来杨戬的母亲是父亲的原配，不过因为生他的时候难产去世，再加上父亲又有钱，没几年又另娶了。风小小叹气，这宅斗剧背景真不容易呀。非主流说，现实往往比故事更离谱，还说杨戬逃出来是因为弄伤了胡家的公子，父亲这次是让他过来带杨戬回去认错的。杨戬表示对方胡作非为，凭什么要自己认错？他让两人先退下，准备自己动手。非主流一声令下，混混们立刻冲了上来，没想到先出手的竟然是小少爷，他轻松就解决了一群人，而且浑身弥漫着血煞之气。只是在面对风小小的时候，又露出乖巧的笑容，还问风小小要了1块钱。小少爷说，因为父亲说过，他们必须得达成雇佣关系才准杀人，因为每条人命都可能成为未来商品珍贵资源。但是他只收了风小小内部价，也就是1块钱，以后就由他来保护风小小了。这软萌的小少爷竟然是个杀手。等风小小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家里打果汁了。小少爷刚到风小小家就很兴奋，只不过他看同样过来的杨戬很不爽。风小小问，小少爷家是杀手家族吗？杨戬说，这不是很明显吗？此人浑身煞气，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原来小少爷还以为两人在恋爱，想着如果风小小喜欢就祝福他们。风小小解释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一旁的杨戬暗戳戳的说，啊对，只是普通的同居关系。小少爷当时心都碎了。风小小说，这家伙只是来蹭住的，不用管他。小少爷顿时又恢复了热情，风小小赶紧把他推开。此时楼下传来了警笛声，师傅竟然先冲了回来，说杨戬揍的3个小混混死了。师傅把他们狠狠训了一顿，小少爷垂头认错，然后立刻甩锅给杨戬，并表示风小小是无辜的。师傅吐槽，你们就非得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吗？杨戬表示他不记得自己把人给揍死了呀，最多只是打的生活不能自理。小少爷表示没关系，他们家有专业的律师团队，肯定能帮风小小脱罪，不过他需要去现场看看有没有证据。师傅还以为他家是司法世家，恭恭敬敬的上了茶，结果却听说小少爷家是杀手世家，而且在业内享有良好口碑，并受到一致好评。于是师傅先把一群人给拽到了现场，尤其是杨戬，这家伙是2郎神，拥有天眼，能够看见很多常人看不见的东西。杨戬被迫面对现实，十分凄惨。小少爷问风小小，他家2个亲戚是不是有精神问题，气得杨戬要揍小少爷，说他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无奈师傅只能自己出马，他还准备了牛眼泪，据说抹在眼皮上就能开阴阳眼，但是要放点血在里面。风小小和杨戬立刻反驳，他全身上下哪个皮肤没有血，抹上就行了。结果风小小一抹，还真就看见了3个鬼魂。小少爷赶紧冲到风小小面前挡住，结果3只小鬼魂扑到了风小小那边，就哇哇大哭，求他一定要帮自己做主啊。风小小问他们仨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表示他们只是喝了酒，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死了。看这3个鬼魂还想占便宜，小少爷赶紧挡住风小小。师傅先是给3只鬼介绍了他们的身份，然后又说了自己是太白金星。几个鬼魂等着风小小技能树点开，可以给他们重塑身体，并且连泥巴都准备好了。但是风小小表示技能没开，他也没办法，最重要的是符咒的符咒也没到。但这个时候3个鬼魂却感受到了一阵煞气。此时师傅带着黄符和小少爷冲了进来，并表示刚才路上遇到，顺便就给小少爷贴了一张。意外发现小少爷竟然也是神明，虽说身份比不上风小小的
上古之神，但这位也是洪荒时代鼎鼎有名的蚩尤。师傅让风小小试验一下符咒的力量，3个鬼魂也眼巴巴地望着风小小，给他们塑造身体。风小小无奈，只能试用符咒，还真就把他觉醒给开了。觉醒后的风小小一声不吭，搓了3个小泥人，金光迸发后，风小小恢复原样。众人看到泥人，觉得有模有样的，就是尺寸好像有点小了，这也不是手办嘛。原来女娲竟然是个手办模型师。杨戬听到外面吵吵嚷嚷，开门一看，结果不小心踩碎了其中一个泥人。最后风小小只能用泥人为宿体，悄悄跟着众人溜到了3人的停尸房，通过泥人将3人重新复活，结果吓晕了过来巡逻的老爷子。3人被确认死亡后又离奇复活，这件事很快就上了新闻。原本被当作嫌疑犯的杨戬又被迫接受了警方的调查。杨戬说，那天他在酒吧根本不可能去害人，而且3人这不是还没死吗？警方表示这件事他们还在调查中，不过2人身上还有疑点，希望他们配合调查。杨戬说 OK， 等我的律师来和你谈。风小小吐槽，最后还是得靠小少爷呀。然而此时大门再次被敲响，来的人竟然是杨戬家的保镖，说杨戬的父亲让他赶紧回家。杨戬把风小小也一起带了回去，还对父亲介绍风小小是他的老板。父亲惊讶自己儿子有多傲娇，他是明白的，没想到出去一趟却愿意给风小小打工，他觉得这不合理，莫非是自己儿子喜欢上风小小了？杨戬还说等会儿要带风小小去看他养的狗狗。一旁的父亲已经开始旁敲侧击的打听风小小的家庭条件、就读的大学及优点，不过风小小都打哈哈糊弄了过去。父亲怀疑自己的儿子眼光不行，考虑到自己儿子将来的幸福，父亲直接表示风小小和他儿子不相配。风小小吐槽，你想多了吧，我和杨戬没关系。父亲表示他不会支持他们的。风小小说，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给我开个180万的支票，立刻就走。杨戬气死，身价低于1000万，你不是打我脸了吗？看到这个情况，父亲也明白自己应该是误会了。杨戬说，这次他闹得也挺大，之前那个胡大少爷的父亲肯定不会给面子，所以他本来打算在外面避一避，回来也只是想看看家里养的亚历山大和爱丽丝。等到师傅带着食材回家，突然被扑面而来的鸟屎糊了一袋子。风小小说，这只鸟叫爱丽丝，真实身份是扑天鹰，而哮天犬竟然就是杨戬养的亚历山大。师傅吐槽，他们小区不能养大狗啊，而且这狗看起来也一点都不像哮天犬。杨戬从看到亚历山大和爱丽丝就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师傅说待在这里会罚款，杨戬却付了双倍的房租，于是师傅立刻就改口了。风小小他们汇聚了杨戬和蚩尤，结果这天师傅突然说订了机票要出差，结果风小小还在旁边啃包子。师傅说风小小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此时杨戬也走了出来，问有没有看到他家的爱丽丝。风小小说爱丽丝现在都胖成一团球了，他表示今天有新的员工要面试，让师傅跟小少爷一起去出差，并把杨戬抓过去陪他面试新员工。杨戬的投资之下，陶艺店已经开了起来。来面试的女生叫小一，之前打过3份工，现在正在找新工作。爱丽丝似乎很喜欢这个女孩，结果杨戬给她开的工资1个月1000，包吃住。风小小都吐槽杨戬能不能大气点，这点工资能养得活谁呀？杨戬让他放心，这人肯定会答应。没想到小一还真就答应了。风小小决定让他先试岗1天，而妹子也非常的勤快，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杨戬一点都不客气的使唤人家，在小一的照料之下，整个店铺干干净净，十分整齐。风小小感慨，有这样的妹子，生活都变得美好了。不过看见人家准备出门，风小小觉得还是工资太低。小一准备跑路了，不过人家只是出门买点工具给地板打蜡。风小小赶紧表示不用了，他决定录用小一，并等下班之后带他去找房子。小一看起来非常的高兴，而小一住的员工宿舍就是风小小他们家，还说小一累了一天，今天早点休息吧。风小小觉得这孩子人不错，为啥总是找不着工作呢？杨戬笑眯眯的表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这份好奇心还是先不要问了。风小小在浴室给小一放了热水，还告诉他可以用自己的洗浴用品，但最好不要碰杨戬东西。只是小一看着那些浴池的热水，表情似乎有些复杂。风小小发现小一洗澡洗得太久，有些担心他出事，杨戬却劝他最好别现在去找人，人家这会儿估计还挺忙的。风小小心想洗澡能忙到什么时候，于是过去敲了浴室的门，结果一直没有听到回应，很担心妹子是不是把自己洗晕了，于是推门冲了进去，结果就看见里面有一只巨大的白鸟，嘴里还叼着沐浴露的瓶子。风小小沉默，反手关上了门，然后问杨戬妹子不见了，怎么只剩一只鸟了？不过杨戬早有预料，他说那就是小一，小一的身份是精卫，也是神农炎帝的幼女，原名女娲，某日出海游玩，不幸溺水死后化
为精卫鸟，日日衔食，只为填平淹死自己的大海。风小小这才明白刚才白鸟为何叼着沐浴瓶了，他还担心自己是不是吓到人家了。此时小一泪眼汪汪，这次他又没能忍住，很担心又把刚找到的工作丢掉。没想到风小小却走到了房间，为了安慰小一别害怕，他还把自己的蛇尾给变了出来。小一两眼一白，妈呀，有妖怪！风小小震怒，有没有搞错啊？至少我还有半截是人类，你一个犬鸟怎么能说我是妖怪呢？等小一再次醒来，听说风小小是女娲，杨戬是二郎神，狗狗是哮天犬，爱丽丝是扑天鹰，他顿时觉得自己找到了组织。杨戬在旁边问小一的父亲呢，毕竟精卫以前可是神农的女儿。结果小一说他父亲1年前因为酒精中毒去世了。风小小安慰他没关系，神农尝百草，当年断肠草中毒也是毒，酒精中毒也是毒嘛。精卫感觉自己背后中了好几箭。第二天风小小带来豆浆油条，精卫差点用油条填平了豆浆。风小小问他这个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精卫表示他小时候故乡经常发水灾，所以他从小就有点讨厌水，但家里一直没有选择搬家，因为父亲热爱家乡，所以愿意留下来重建故乡，还说自己就算死也要死在家乡。风小小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厌恶水了，不过精卫却觉得自己这种毛病严重起来也是因为变成鸟的形状后才这样。风小小感慨，要是师傅知道神农就这么领便当了，还不得哭死啊。不过风小小就邀请精卫加入组织。杨戬一边吃油条一边看百合花开，默默闭上了眼。这天风小小去见了自己的大学好友小优，结果小优说自己一直暗恋小少爷，希望风小小能把小少爷介绍给他，毕竟现在风小小都有杨戬这个男友了。风小小吐槽压根就没有这回事儿，而且小少爷上辈子可是蚩尤，现实身份也是杀手，小优送他嘴边都不知道能死多少次了。他只能委婉的表示他俩可能不太合适，不过小优仍然不死心，于是风小小决定把小少爷叫出来说清楚。结果小优跑去旁边补妆，风小小见到了杨戬的非主流弟弟。非主流本来想和他搭话，结果被风小小无视了。他放下狠话说风小小早晚会自己找上门。结果风小小迟迟没等到小优，就听到人群里说有个女孩突发心脏病倒下，被一个红发男生给带走了。风小小误以为是非主流绑架了自己的好友，于是立刻打车，并向杨戬问了非主流的住址，直接翻墙杀到了非主流家里。非主流还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消息，说嫂子既然来了，干脆就坐坐。风小小很担心小优出现意外，一怒之下放出了神声。非主流目瞪口呆，我靠，蛇精病！混混还打算对风小小动手，结果风小小直接手搓泥人阵，直接将这些混混给打了一顿。结果非主流却说自己没见过小优。风小小不相信，冲到了房间一看，床上有个妹子正在昏睡，他掀开被子，还以为小优已经遭了毒手，没想到却突然接到了小优的电话。小优说自己就补个妆，风小小就跑路啦。再看看这个妹子也醒了，竟然管非主流叫表哥，完了，这一下误会闹大了。师傅现在已经跑到了沙漠，结果就接到了风小小的电话，问不小心在普通人面前露出蛇尾怎么办。现在非主流已经在跪着磕头了。师傅意识到风小小不是在和他开玩笑，心里咯噔一下，有个锤子的消除记忆的办法呀，还真把他当哆啦 A 梦使唤了呀。但人家看都看见了，现在也没辙了。师傅说有2个办法，第一就是忘川河的孟婆汤，不过那玩意儿药效太强，普通人一口下去恐怕连这辈子的事情都忘完了。第2个办法嘛，师傅嘀嘀咕咕说了半天，风小小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然后看向旁边目露惊恐的非主流，问他那边有没有电脑，然后通过非主流的电脑联系上了太上老君，就为了买忘忧伞。这位太上老君就是师傅经常去定制符咒的地方。风小小直接表明了自己是女娲。老君一听忘忧伞可以卖，但是价格很高，而且没有赠品，还不包邮。风小小表示不缺这点钱，毕竟给钱的人又不是他，让他加急给送过来。结果加急还要额外收费。就在风小小吐槽网购不靠谱的时候，小少爷已经杀到了非主流家里，非主流直接被吓晕了过去。等他醒来，觉得这一切都是噩梦。没想到风小小拉着小少爷给他介绍，咱俩一个女娲，一个蚩尤，你哥还是个二郎神杨戬。此时忘忧伞已经快递过来了，风小小对着惊恐的非主流露出了诡异的笑容。大郎该吃药啦，一颗下肚，非主流直接失忆，他觉得自己又行了，想扣留小泽和小少爷。小弟们纷纷大叫大哥，这女的是蛇妖。但非主流已经吃药，怎么可能想得起来，还以为小弟们是精神病发作了。风小小表示药太贵，只买得起1颗，反正是非主流的小弟，拿自个儿负责去。这个男人半夜洗漱完，本打算睡觉，结果却发现电视莫名其妙打开，浴缸里还流出了鲜血，他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第2天，风小小一行人被复活3人组请去吃饭，3人表示他们有位班长出了点事儿，拜托他们帮忙看看是不是撞
撞上鬼了，或者可能是有别的神仙。不过杨戬并不感兴趣，就算重见天庭，他也不是玉皇大帝，重建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吗？还问三人有没有把他们的事情说出去。三人顿时露出了心虚的表情，连忙表示当时是喝高了。杨戬反手就是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君，给我来一打忘忧散。小少爷更是表示只要1块钱，直接把这些人都解决了。看着现场一片吵闹，风小小拍桌决定今晚就去看看这个班长的情况。班长本来在收拾行李准备跑路，结果发现门铃暗响，说是请了一些高人过来看看。结果班长看着自己房间被鸟和狗糟蹋，欲哭无泪。杨戬开了个天眼，表示有点端倪，需要留下来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确认。班长本以为三人改邪归正，没想到还搞起了诈骗。这时杨戬扣住他的下巴，不是转世。三个小弟还疯狂说杨戬和风小小都是上神，那语气听起来怎么看怎么像是进了传销组织。班长一怒之下把他们全赶了出去。风小小不但没生气，还觉得他能理解班长，毕竟这3个人一解释啥用都没有了。混混3人组觉得自己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但为了行善积德，他们愿意再去劝说班长。不过几人的动静引来了餐厅老板的注意，老板劝他们小声一点，但又害怕的不行。风小小扶额，脸都被丢干净了呀。3人表示他们班长马上就要出差了，所以才趁着这个机会让他们过去看看。风小小一听出差好吧，出差他们就能直接过去看看了。不过他婉拒了3人跟上来，这要是再来就解释不清楚了。3人只能被留在餐厅结账，而风小小和杨戬悄悄溜到了班长家门口，用泥巴做的钥匙打开了门，结果就发现房间里在放电视。本来杨戬准备开天眼看看，结果一开门就看到了一条白蛇，哮天犬护主立刻就冲了上去，结果差点就被毒晕过去。而白蛇似乎看中了杨戬，好在这个时候风小小带着泥人护卫冲了过来，一顿毒打之后，白蛇才说自己只是普通的蛇，不过他非常羡慕白素贞，也想像白素贞一样谈一场轰轰烈烈的虐恋。风小小吐槽，所以你故意吓唬班长吗？白蛇声称这是爱的告白，半夜打开电视是为了看追更，浴缸里的血迹是他看班长半裸流的鼻血，浴室门莫名其妙打开是他想和班长一起洗鸳鸯浴。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了，他现在盯上杨戬了。风小小感慨，班长有这样的追求者真是倒了8辈子霉。然而杨戬因为自家哮天犬中毒，巴不得今天晚上就炖蛇羹。白蛇表示他认识能够治疗哮天犬的兽医。与此同时，精卫刚刚下班，就发现外头突然下起了大雨，还在门口遇到了一个男人。此时杨戬正扛着哮天犬去找医生，白蛇表示兽医人可好了，说不定还可以给他们打8折。那家店竟然离他们陶艺馆还挺近，本来精卫就对水很烦躁，这下还被撞掉了伞，觉得这个兽医太过分了。兽医委屈，天上顿时电闪雷鸣。风小小心想这兽医姓敖。杨戬点点头，没错，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王。兽医检查了中毒的哮天犬，他已经从白蛇那里提取了血清，表示打1针，明天早上就可以恢复了。针扎下去，哮天犬看起来确实好多了。风小小感慨，不愧是龙王啊，还问他这几天阴雨连绵，莫非是你刚觉醒？兽医说他也不清楚，只是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大限将至，再睁眼就发现自己嘎了。他感觉自己被神秘力量扯到了空中，天空中乌云密布，属于神明的记忆忽然袭来，所以他就觉醒，被送回自己的身体了。然后就发现窗外就一直在下雨，为何会死而复生，他也没有头绪。于是风小小直接打电话问了师傅，师傅解释这个原理很简单，诸神的法壳有强有弱，兽医作为龙王脱离肉身后灵魂太过强大，天地不敢收，就只能给他送回去了。师傅那边解释完就被风小小挂了电话。兽医表示他最近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问2人能否帮忙解决。兽医说他觉醒前曾想去某一个地方开一家医院，那个时候还毫无异常。杨戬本来想问觉醒后呢，结果就看见眼前出现大量的鬼魂，有鬼魂听说他们能看见幽灵，便立刻凑了过来。兽医表示他觉醒后就能看见这些东西了。没想到这个时候跑来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女鬼，一脚踹开了这些鬼魂，还让他们少在这里偷懒，然后探头看了一眼杨戬他们，3人心虚的移开视线，女鬼就觉得他们看不到。3人就见这个女鬼飞到了楼上的棋牌室，只是楼下有人让他们到别处停车。风小小随意抓了一只鬼魂，问是什么情况，结果路人以为是在问他呢，于是回答这一片以前乱得很，多亏他们老大来了才变成现在这样，现在他们老大就在楼上的棋牌室。小鬼们也说城隍大人就在棋牌室内，小鬼一直将他们带到了棋牌室，并表示城隍大人就在里面。众人一进去就看见几个疑似黑社会的人在搓麻将，兽医本来想问哪一位是老板，众人顿时露出凶巴巴的表情。小鬼告诉城隍他们能够看见鬼魂，于是城隍立刻将其他人赶了出去，他看起来十
分凶狠，可面对杨戬他们时又变了一副表情，并表示终于遇上同类了。风小小表示他们是来陪兽医过来看店的，问城隍大人有没有推荐的。城隍表示他们问对人了，别的不敢说，但这条街上的消息他绝对能拿到最好的，毕竟这个片区的鬼魂都听他的。于是小鬼表示他可以带兽医他们四处逛逛。兽医感慨这还真是热情好客呢。没想到此时有小弟来报有混混来找茬，于是风小小问兽医要不要再看看。兽医摸了摸四周的猫猫狗狗的灵魂，他表示不用再看了，有城隍坐镇，这一片地区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解决了小混混的城隍还请他们喝酒，不过兽医说他不渴，杨戬要开车。好在风小小是女中豪杰，直接开始吨。城隍刚要夸赞风小小牛啊，就被刚才的女鬼给捏了耳朵。原来这位女鬼就是他的老婆。一想到自己刚才在三人面前还照了镜子，女鬼顿时羞涩地钻了回去，以人的身体再次出现。原来这位就是传说中的黑无常。等会儿黑无常怎么变女孩了？那白无常呢？风小小也感慨，他以前还以为黑无常是鬼魂的形状，没想到是个大美女，而且还是城隍的老婆。城隍大人这一波算是潜规则嘛？城隍差点一口酒呛死，然后赶紧问三人的身份。一看龙王、女娲还有杨戬都来了，有些纳闷几个上神为何要来这边开店。不过兽医却说有城隍坐镇，能庇护一方安危，而且有小鬼的帮忙，他现在连那间店铺有多少个蟑螂繁殖都知道了。这天一大早，杨戬就发现风小小在看虐恋故事，他哭得可惨了。旁边的小少爷一直在递纸，为了让他不要那么难过，还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去海边出差，到时候可以给他带海鲜回来吃。不过在风小小眼中，搞杀手的小少爷去海边出差，确定不是去抛尸的嘛？这海鱼他是一点儿都不敢碰呢。没想到这个时候，一个红发男走了进来，对陶艺店非常的满意，还很感谢风小小要收留他。小少爷赶紧解释，不是在这里落脚，原来这个红毛是小少爷的朋友，他带红毛过来，只是因为想在出差前看看风小小。杨戬说这里不接受住宿，红毛哭天抢地找到风小小，疯狂卖惨，说自己刚进城就被偷了手机钱包，多亏小少爷英雄救美帮了他，搞得小少爷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问风小小能不能收留着红毛。风小小倒是无所谓，不过杨戬直接拒绝了，但他哪里能忤逆风小小的意思。风小小表示他可以在这里住，反正自己也搬了新地方，房间多的是，还问红毛要找的亲友在哪里，他们看情况可以帮忙。红毛高兴的想抱住风小小，被杨戬直接拦住，让他把地址交出来。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把地址缝在了内裤上，而且从上面抄了一串电话号码，借钱请直接挂断，如果阿唐过来就自己找酒店，说10天半个月后就回来。原来这个红毛就是阿唐，不过因为师傅经常流浪在外，风小小也蛮理解阿唐的心情，他表示可以暂时收留他。一旁的小少爷都有些吃味，风小小都没有收留过他，风小小却说小少爷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小少爷顿时就感动坏了。趁着小少爷带阿唐去买日用品的时候，风小小问杨戬为何要针对阿唐。杨戬告诉风小小有没有听过唐门，那个门派特别擅长用毒，而且身怀绝技，而这个阿唐就是唐门的第16代传人，也就是之前他揍的胡家少爷父亲请来杀他的杀手。风小小心里咯噔一下，杨戬吐槽你一个神仙怕什么杀手。而此时阿唐也正在买毒药，觉得住进去搞死杨戬岂不是轻而易举。面对小少爷问他为何要买这个，阿唐表示为了报答风小小的恩情，总得杀虫吧。小少爷还怀疑他想讨好风小小，肯定是有非分之想。阿唐再三保证只和杨戬说话，绝不靠近风小小3米以内。小少爷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又赶紧冲过去抢龙虾。阿唐被小少爷扔出来的人砸了个骨折，他发誓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去旅游放松身心。风小小说阿唐怎么突然就骨折了，而且精神看起来非常萎靡。阿唐说他昨天和小少爷一起去买虾，结果被他丢出来的人砸骨折了，还问杨戬小少爷是不是有特殊职业。杨戬摇头，他说好奇心害死猫，阿唐是会想知道的。这个时候兽医也过来了，阿唐发现精卫似乎很讨厌兽医，还以为兽医玩弄了对方的感情。风小小摇头，准确来说兽医是迫害了精卫的身体，毕竟不小心撞掉雨伞，害讨厌水的精卫淋了雨。阿唐的眼神就很怪异了。等到杨戬一行人在聊天的时候，阿唐爬到了树上准备使用暗器，结果还没用呢，上头就出现一条白蛇。阿唐吓了一跳，开始疯狂找解毒药，不小心还把暗器丢到了地上，刚从树上摔下去就落在了暗器上，痛苦的捂着屁股跳了起来。他想着自己可能暴露了，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3人都弄死。没想到一摸口袋，含笑半步癫不见了，这可是他透支银行卡买来的剧毒啊！没想到一转头就被白蛇给喝了。白蛇表示跟饮料似的，可美味了。本来杨戬打算赔这个钱，可阿唐
糖怎么敢说是毒药啊？考虑到蛇又不会笑，还不会走路，所以不中毒也很正常，只能默认自己倒霉了。不过好在他有别的办法，趁着拿手机悄悄往杨戬怀里投了毒，没想到杨戬直接一个手滑，把水泼到了他脸上，阿唐当时就倒地不起。好在现场有兽医，勉强抢救了回来，但阿唐投毒之心不死，杨戬也看出来他想暗算自己，于是老早就开启了天眼，结果一进门就看见房间里充满毒气，而且自己的饮料、明星同款枕头以及蓝田玉树都遭殃了。杨戬心痛，他虽然有钱，但也不是冤大头啊，阿唐这家伙糟蹋了他这么多东西。一旁的白蛇表示这些他都能吃，杨戬说想吃可以自己去垃圾桶找。不过阿唐觉得他的计谋一定成功，第二天一早就表示自己要离开，他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不打扰风小小了。风小小说这么快，那不如给他办个欢送宴，然后疯狂敲门叫杨戬起床。阿唐觉得风小小有些可怜，毕竟马上就要迎接自己朋友悄无声息的死亡的事实了，他都能想象到风小小那张绝望的脸了。没想到杨戬竟然开门出来了，他表示吵死了，自己要睡回笼觉，他们想吃饭就自己出去吃，回头账单塞他门缝里就行了。哇塞，这就是富哥嘛！一转头就看到阿唐泪流满面，风小小表示跪下也不会给压岁钱的，赶紧起来。阿唐赶紧改口，自己突然又想起有事儿，暂时就先不走了。下午众人一起打牌，杨戬阴阳怪气的说昨晚没睡好，总感觉有虫子混进他房间搞破坏。阿唐拍桌而起，表示自己先睡了。杨戬冷笑，他哪里是要睡觉，分明就是想继续布局搞他。风小小微笑，那你可多穿几件衣服吧，小心半夜被人扑倒。杨戬气急败坏，他受够了之前被破坏房间，现在连他的名节都要破坏了嘛。阿唐在家里的任务就是负责帮忙遛哮天犬，原本他因为暗杀任务在河边难过，结果发现身上仅剩的50块钱也没了，心情更加复杂。这个时候哮天犬闻了闻阿唐身上的味道，然后带着阿唐去了后方的一个小巷，一人一狗在角落里发现有一群混混在找一个叔叔的麻烦。阿唐觉得这也太无耻了吧，竟然当众欺负老年人。没想到哮天犬比他还快一步，冲上去将这些混混们全部咬伤。见此情形，这些混混也只好跑路。老爷子看了一眼哮天犬，问阿唐愿不愿意把狗卖给他。阿唐摇头说这狗狗可不是自己的。老爷子又问阿唐有没有1块钱，阿唐擦一把眼泪，他仅剩的50块都掉了，哪还能有1块钱，转身就从老爷子那边离开了。而此时风小小正在陶艺店捏泥巴，结果不小心把脑袋给捏断了，一回头就看到一位老爷子出现在店铺内，小少爷跟着他一起过来了，而且还带了一大堆礼物。他本来想把整个店铺的礼物都买下来，但小少爷父亲也就是那位老爷子说礼物贵在精而不在多。原来这位老爷子是杨戬请过来的，说是为了让他出面劝退阿唐。老爷子表示他已经听说过这件事儿了，不过考虑到两人的本事，应该也不用害怕杀手，甚至反过来问杨戬他们愿不愿意加入杀手组织，并且表示能给到最高额度的提成。不过杨戬拒绝了，毕竟他家不缺钱，而且他们也不适合去杀人。老爷子表示其实也不是完全要杀人，最近他们组织想拓展新业务，他打算多养一些土狗，投资少，回报还丰厚，单口碎钢管，肉爪破群皮。风小小觉得这可是纯工作权，杨戬觉得老爷子想的有点美了，告诉他土狗并不好养。正好被回来的哮天犬听见，老爷子指了指哮天犬，说他想养的就是这种，然后看了一眼阿唐，说他就是那个不带钱的年轻人呐。阿唐已经感觉到不对了，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杀手生涯中最大的危机。只见风小小突然哭唧唧的指向自己，还对旁边的老爷子说就是这个人。老爷子惊讶，你就是要暗杀杨戬的人？阿唐刀都掏出来了，还假装是误会，结果看到小少爷的名片就傻眼了。老爷子还打出了报伤，现在的阿唐身无分文，工作还丢了，不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放弃这一单。阿唐泪流满面，你们这不是合伙欺负人吗？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最后阿唐因为在风小小家借住要还债，被风小小送去了兽医那里打工。兽医还问杨戬借了哮天犬，杨戬表示扑天鹰也可以借给他，再加上兽医还是龙王，这下他们仨就可以制霸海陆空了。本来他们是打算把阿唐放在这里当苦力，结果却发现鬼魂们都缠着阿唐，阿唐看不见却浑身发冷。这个时候黑无常走了过来，他劝风小小不要把阿唐带到这边来，主要是阿唐身上背了几条人命，对于鬼魂来说就是大补之物。无奈风小小只能先把他带走，恰巧黑无常还有事要拜托他们。黑无常给他们讲了个厉鬼的事情，说鬼魂的形态虚无缥缈，最容易被外界因素影响。昨天他们这边刚来了一个鬼，因为心情被影响，很快就变成了厉鬼，想拜托两人帮忙开导一下，然后立刻拽出了一个凶狠的厉鬼。结果杨戬开了天眼一看，这鬼魂之所以暴走，是因为觉得闺女30岁了还没找对象，
相，急的。厉鬼表示不是你闺女，你当然不急呀。风小小表示，哎呀，不要这么在意嘛，儿孙自有儿孙福。厉鬼嘤，他都没结婚，哪里来的儿孙？他觉得自家女儿哪都好，为啥不结婚？难不成他在搞百合？他女儿一毕业就进了皇氏集团，还用第一笔工资给他们买了礼物，这么好的闺女咋就不找对象啊？杨戬一听皇氏集团，立刻表示他能接受。杨戬带着风小小去了大集团，结果两人刚到门口就被楼上的人盯上了。杨戬说，那个厉鬼其实还在担心一件事，他怕自己的女儿和集团的老总不清不白。杨戬刚到集团就被一个小萝莉给扑倒了。杨戬说他是个小妖精。风小小还心想，你对人家小萝莉说什么呢？杨戬解释，这是个小狐狸精呐。果不其然，狐狸尾巴就摔露了出来，而且还在旁边疯狂尬舞。风小小都感慨，现在的孩子真是多才多艺哈。表演到一半就被他爹逮了个正着。老总还问他们有何贵干。杨戬表示，虽然他们是以投资方的身份来的，但两位应该也看出来他们是想来看狐狸精。老总一口水差点呛死。杨戬解释他俩的身份。狐狸精问他们有啥事儿吗？小狐狸精表示他知道，应该是和他那个小三儿有关。杨戬惊讶，原来老总已经结婚了。皇氏集团的老总欲哭无泪，这孩子是他同族拜托上户口的，压根就不是他亲生的，他现在还是单身呢。杨戬开了天眼，发现确实没说谎，也没做过对不起人家姑娘的事儿。老总点点头，他可是要堂堂正正娶人家过门的。风小小叹气，这么一说倒是真爱，但因为是狐狸精，所以说出来也没人信。老总表示他这是种族歧视啊。风小小也在琢磨能不能把两人撮合成一对，不过厉鬼似乎不太开心，没想到老总竟然找了过来，而且直接拜托厉鬼将女儿交给他照顾。厉鬼很惊讶，这家伙怎么能看见自己？老总更是直接发誓，如果他要辜负了厉鬼的女儿，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风小小和杨戬两位神明会作证。杨戬表示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厉鬼决定跟着老总考察他的实际行动，也算是圆满落幕了，毕竟对方也不会暴走了。不过在黑无常看来就是个定时炸弹，但他今天过来还有别的事情，他将一枚玉牌交给了风小小，结果里面却钻出了一个女鬼。风小小一看，这不是非主流的堂妹吗？黑无常说这是生魂离体。对方刚到城隍庙就说他认识风小小，所以他干脆就把人送过来了。风小小便问堂妹身体目前在哪里，堂妹表示她现在估计真的要死了。风小小赶紧安慰她，年纪轻轻别想不开。结果堂妹说她是在开玩笑，原来非主流因为她生病已经把她的身体送到国外疗养，所以堂妹这段时间要住在风小小家，毕竟得让风小小用香养着。于是堂妹就暂时住在了陶艺馆。阿唐看见风小小上香，还以为她有朋友去世了。精卫对堂妹说把这里当做家就好了。一旁的阿唐看不见鬼魂，还以为指的是自己，心里非常感动。阿唐最近缺钱，风小小说可以帮他把牌子挂在小少爷那边，阿唐当时就闭嘴了。看到新来的客人，立刻钻进了厕所，没想到杨戬在里面，阿唐只能找一个别的地方溜走，结果正好被风小小叫去搬陶瓷瓶，然后就被这位客人给认出来了。原来这人是阿唐的表弟，表弟因为阿唐离家出走，他狠狠骂了一顿。但这个时候阿唐看见风小小拿出来的花瓶，一眼就认出这是他舅舅的花瓶，恐怕是表弟摔碎了送过来修的。表弟解释他不是故意的，还不是因为阿唐的弟媳。阿唐露出吃瓜的表情，然后看到了表弟新交的女友照片，刚带回家就不小心摔坏了这个花瓶，他们不敢让舅舅知道，于是悄悄送到风小小这里来修。阿唐说这个瓶子是舅舅最好的朋友送他的礼物，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于是阿唐笑眯眯的叫表弟和他一起回去认错。阿唐从唐门回来后就一脸笑容，天知道他表弟以前找女友，家里人都说有眼光，这次可是翻了大车了。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被催婚，就是因为表弟，这下可谓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啊。两人只觉得阿唐被催婚逼疯了，真是可怜呐。风小小松了口气，幸亏自己是天生地养，不用遭这个罪。杨戬说那可不一定，别忘了神话故事中你还有个官配。这个时候阿唐说他舅舅想见风小小一面，一行人前往公园。阿唐看一眼情侣就咬牙切齿，他表示穿过这片雷区就能抵达他舅舅家。风小小一看这里的情侣确实还不少，他还看到了旁边有个电影写着遇见你的王子。曾几何时风小小也想过遇到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杨戬突然探头，被风小小吐槽不解风情。可惜了杨戬出场这么多次，竟然不是官配。舅舅之所以想见风小小，是想问问他的手艺从哪里学的。风小小表示这是他天生的技能，然后在收藏品的柜子里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据说这就是原本放陶罐的地方，也是舅舅唯一寻找故人的东西。当年他收到这个瓶子的时候还是个孩子，那个时候的他经常去村里找风先生玩，这位
风先生可是他们村的高人，后来对方离开村子，留下了一个陶罐，说他如果能够参透罐子上的玄机，在下一个甲子年内就可以拿着陶罐去找他。很可惜他一直没能参透，不过他看见风小小的手艺和风先生很像，而且姓氏也相同，本以为是他的徒弟或后人，看来线索已经断了。但杨戬却突然想起什么，和风小小姓氏相同，莫非是……于是他立刻问了那位风先生的名字，据说是叫风七。风小小和杨戬对视一眼，我靠，伏羲！原来那个陶罐是伏羲做的。风小小收了那一缕气息，问能不能看看原本的陶罐碎片。舅舅说这个就来气，他说表弟不但把罐子打碎了，还把碎片给扔了。风小小回去后就去查了伏羲的资料，发现在上古神话中，女娲和伏羲不但是兄妹，还是夫妻关系。此时杨戬路过，说他要是真的在意 CP， 不如去查查碎片的下落。明天他们去找阿唐问问碎片的下落。阿唐决定带着他们去问表弟，表示表弟一定知道瓶子碎片在哪里。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表弟在嚎啕大哭，原来那个妹子和他分手了，说是很愧疚，打碎了那个瓶子。风小小还没问瓶子碎片在哪儿呢，送咖啡的实习生就走了进来，一看到风小小就露出了兴奋的表情。阿唐看到这个实习生是小少爷，都裂开了，赶紧问表弟怎么回事。表弟完全不知道小少爷的真实身份，只说是刚来这边实习的新人。看到小少爷在给风小小献殷勤，表弟想起自己失恋的悲苦生活，气得一下就把他赶出去了。杨戬问表弟碎片在哪里，表弟看着照片直落泪，说是前女友处理的。结果杨戬看了一眼照片，表情就不对了，并告诉风小小要去寻找表弟的前女友。原来杨戬在进公司的时候遇到过表弟前女友，当时他接到了对方摔下来的背包，感知到里面有熟悉的气息，现在想想恐怕就是伏羲做的那个瓶子，不过对方拿着包裹就跑了。阿唐觉得很奇怪，一个瓶子又不值钱，干嘛要偷？风小小踩了杨戬一脚，说这是艺术价值很高的瓷品。杨戬暗戳戳的表示，风小小是想靠着这个瓶子找她失散多年的丈夫。阿唐震惊，风小小已经结婚了，不过要找回瓶子也简单，他认识一个偷东西的老手，但这位姓展的小哥不太乐意帮忙偷东西。他说虽然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但自己才不想干偷鸡摸狗的事儿。杨戬拿出表弟前女友的资料，并说此人曾经犯下多起诈骗罪和盗窃案，恰巧小展也在调查此人。他们表示这个瓶子里面可能藏了很重要的东西，这位前女友估计是受雇接近表弟的。阿唐没有想到自家表弟还被欺骗了感情，不过小展已经接下了任务。杨戬他们收到消息，前女友抵达了机场，问题是他们前往机场的路上堵车了，好在兽医提前抵达，并确认瓷瓶就在前女友的包里。这家伙准备前往西雅图交货，并且马上就要进入安检了。杨戬表示他们堵路上过不去，于是给兽医出主意，今天可是有雷暴雨，飞机起飞不了。兽医秒懂，立刻召唤了大雨，飞机果然延误，前女友也被困住。现在他们只能期望杨戬能早点赶到。没想到他们刚打电话准备让兽医再拖一拖，就听见那边传来了争吵声。原来有另一群佣兵盯上了前女友手里的陶瓷瓶，兽医为了帮忙，结果被一起抓走了。然而不管怎样的雇佣兵，遇到堵车也只能干等着。听到街上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佣兵忍不住大骂，究竟是谁跟他说Chinese穷没几辆车？你瞅那街上堵的那死样。旁边还有摩托车穿过来给他们发传单，一旁的前女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他们国际雇佣兵响尾蛇就这水平，名头该不是花钱买来的吧？雇佣兵觉得再这么等下去也不行，于是让两人赶紧下车跟他们一起走。路上兽医还在劝千万别开枪，开枪可是会引来警察的。风小小联系上在空中监视的精卫，听说他们被堵的只能改步行，顿时忍不住笑出了声。但阿唐觉得精卫一个妹子去监视，这也太不安全了。风小小微笑，放心吧，他可不是一个人。原来在现场呢还有皇氏集团的老总和小萝莉，佣兵想花钱让对方带路，小萝莉收了钱就带他们走了一条奇葩的道路，并表示这里可是捷径，然后把他们引到了巷子里面，等待着他们的就是黑无常和城隍大人。然后大门一开，将他们拉到了深山里。兽医看到精卫的本体，后面有人想对他开枪，到了这个地方就不用隐藏身份了。兽医表示作恶太多，可是要挨雷劈的。下一秒这哥们儿就被雷打中了，其他人也察觉到不对，疯狂对兽医开枪。幸亏风小小他们及时赶到，用泥土捏的泥人护住了兽医，并且将这群人暴打了一顿。此时小展还在机场等人，而阿唐能够看见鬼后非常的恐惧，问风小小能不能给他个忘忧伞。总之他不想看见这么离谱的世界，可偏偏忘忧伞已经下架了，他就是想帮忙有心无力呀。就在杨戬和风小小检查瓶子的时候，发现堂妹竟然待在里面。他说这个瓶子躺着非常舒服。风小小本来想检查一下，结果手刚碰到瓶子就融化成泥土了。杨戬开天眼看了一遍，说这玩意儿是
西壤。在古神话中，西壤是女娲的法宝，在她手中能衍生出一个大千世界。风小小吐槽，好不容易找回来的瓶子，结果又是一团泥巴。堂妹表示别丢啊，这玩意儿它还有用，而且刚才在瓶子里她看见了一串电话号码，然后风小小一个电话打了过去，那边问她找谁，风小小说找伏羲，并表示自己是女娲。没想到接电话的妹子十分兴奋，她说伏羲最近在闭关，不过她马上可以御符传音，等对方一醒，他俩就可以夫妻团圆了。而这个妹子叫张三，天庭封号是云华仙女，她有一个乖儿子特别有名，叫二郎显圣真君，没错，就是杨戬。张三表示哎呦，终于见到儿子了，回头就坐飞机来看他。杨戬莫名其妙多了个妈，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去机场接他。还别说，幼年丧母的杨戬还确实有点期待。他们刚把张三接到就回陶艺馆，结果一下车就听到精卫说风小小老公伏羲和小少爷打起来了。众人也很惊讶，为什么会打起来？张三说伏羲接到消息估计就立刻赶过去了，结果一推门就看到小少爷被掀飞了出去。小少爷气得立刻变出原形，还让风小小再等等，然后又被伏羲一尾巴抽了出去。妈呀，根本就不是对手。风小小还纳闷为啥一来就欺负小少爷。杨戬说神话中有一个传说，女娲补天成圣后，伏羲并没有圣位，于是转世投胎为人，后来成为了第一位人皇，也就是皇帝。而皇帝和蚩尤抢地盘可没少掐架，可以说是世仇了。伏羲恢复人身，拉住风小小的手，说他等了上万年，终于又一次见到风小小了。旁边的张三感慨伏羲这几万年正事儿不干，每天都在惦记女娲。杨戬感觉好像有点不对，伏羲已经牵着风小小离开了，小少爷泪流满面，别走啊。伏羲把他带到了河边，说他对自己有些生疏。风小小说这很正常，都过去几万年了，而且自己和他认识的女娲应该也不一样。伏羲却说他一点都没有变，并且还一把抱住了他。他知道风小小的一切习惯，他的气息，他的性格都没有改变。风小小被他说得面红耳赤，还被亲了一口，所有要说的话全在这个吻里了。杨戬党戴上墨镜，很好的 CP， 使我水元素充盈。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白爆肝队3号机，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